江枫，我们一起双修吧。啊！只要你答应，我可助你3年筑基，10年金丹。公子不必害羞，我是真心的。告辞。不愧是天下第一美男子，连逃跑都如此俊美。我叫江枫，来到这个玄幻世界已经5年了。可惜我修为资质平庸，修炼5年也没混出什么名堂。但偏偏我是修仙界第一美男子。世上怎会有如此好看的男子？他刚才是不是看了我一眼？不行，我要回去让我爹提亲。更要命的是，我还天生自带魅魔体质，无时无刻不散发着魅惑之力。任何女子只要一见到我，就会挪不开眼睛，迈不动腿。只要我想，9天10地的女帝都愿意与我双修。但是，我身为堂堂7尺男儿，怎么能吃软饭呢？我一定发愤图强，靠自己修成大道。少爷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外面来了好多人，全都是来送聘礼的。天剑宗愿以3座灵山为聘，求聘江公子为夫。3座灵山也敢开口？我合欢宗愿出9品灵丹100枚。我万宝商会愿送10条灵脉，只求江公子点头与我成亲。江公子该入我天剑宗。江公子与我宗圣女最为相配。我们商会出的聘礼最多，江公子和本小姐最有缘。诸位厚爱江某心领了，但这些聘礼我一份都不会收。江公子可是嫌不够？若是不够，我还能再加。不是聘礼的问题，我江枫虽资质平庸，修为低微，但我身为堂堂7尺男儿，绝不吃软饭。明明可以靠脸吃饭，又何必要自己辛苦修炼呢？检测到宿主不屈的意志和绝不吃软饭的信念。自强不息系统绑定中，自强不息系统绑定成功。系统，我也有系统了，快介绍一下你的能力。本系统名为自强不息系统，宿主只要依靠自身努力修炼，便可获得自强点。自强点可用于提升宿主的资质、根骨、悟性。资质越高，吸收灵气速度越快；根骨越强，肉身基础与修炼承载力越强；悟性越高，领悟功法、术法、道法的速度越快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我自己努力修炼，就能不断变强。正是，这才对嘛！靠山山倒，靠人人跑，靠富婆不行，我江枫要靠自己。正在生成宿主个人数据。姓名江枫，年龄20岁，根骨3，资质2，悟性4，修为炼气1层，自强点0。资质2，根骨3，没关系，起点低，才更能证明我是靠自己。检测到宿主努力修炼，获得自强点+1，真有用。检测到宿主努力修炼，获得自强点+1。检测到宿主努力修炼，获得自强点+1。资质、根骨、悟性。资质能提升修炼速度，根骨能打基础。但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连功法都看不太明白，悟性不够。先加悟性。是否消耗3点自强点，提升悟性？是。悟性提升成功。原来这句是这个意思，难怪我以前修炼时灵气总是走错经脉。懂了，我全懂了。恭喜宿主突破至炼气2层。突破了，5年了，我终于又突破了。不行，不能得意忘形。既然努力真的有回报，那就继续修炼。检测到宿主努力修炼，
获得自强点+1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努力才有回报。只要我自强不息，就会不断变强。江峰，你出来！我要和你生死决斗！生死决斗？江峰，你这个只会靠脸迷惑女人的小白脸，今日我赵铁山要与你生死决斗！赵铁山，那不是铁骨门的大师兄吗？他应该有炼气3层的修为。他凭什么骂江公子？江公子那么好看，怎么能打架呢？你们还护着他？我倒要看看他除了这张脸还有什么本事！江公子出来了，他皱眉的样子也好好看，我已经无法自拔。阁下是谁？我乃铁骨门大师兄赵铁山。我师妹原本答应与我结为道侣，可自从见了你一面，她便日日念着你的名字，甚至说我的肌肉不如你的背影好看。你师妹喜欢谁与我无关，这也不是我的错。怎么与你无关？谁让你长得这么好看，还出来勾引我师妹？今日你我生死决斗，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男人靠的不是脸。这句话我认同。男人靠的确实不该只是脸。赵铁山，你堂堂男儿，为一名女子这般发狂，实在不值得。我不管，江峰，我今日非和你决斗不可。好言难劝该死的鬼。赵铁山，你既然执意如此，那我们就来战吧。江公子不要啊！赵铁山可是炼气3层，正好让我看看靠自己修炼的力量究竟有多强。检测到宿主主动迎战强敌，自强任务触发。任务内容：独立战胜赵铁山。任务奖励：自强点+10，随机功法1门。来吧。江峰，接招！一招，赵铁山竟然一招就败了！你不是只有炼气2层吗？修为高低不代表一切。原来悟性提升不仅能领悟更高深的功法，使修炼速度提升，在与人战斗的时候也更容易看出对方的破绽。同样的修为，击败对方易如反掌。赵兄，若一个人只把心思放在情爱得失上，便容易被外物牵动。你有一身筋骨，本该把心思放在修炼变强之上，不要沉迷女色。男人真正该做的是自强不息。自强不息，只有自己变得足够强，才不会被任何人左右。江公子，今日是我输了，你这一番话我赵铁山记下了。从今日起，我要闭关苦修，等我真正变强之后，再来向你讨教。随时奉陪。检测到宿主独立战胜赵铁山，自强任务完成，奖励发放中。恭喜宿主获得自强点+10，恭喜宿主获得基础术法疾风步，姓名江峰，年龄20岁，根骨3，资质2，悟性7，修为炼气2层，自强点13，术法疾风步。江公子不但长得好看，还如此有气度，他劝人的样子也好迷人。我决定了，此生非江公子不嫁。江公子，我愿以整座洞府为嫁妆。江公子选我，我会炼丹，还会暖床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江公子，我是真心的。江公子，只要你点头，我现在就带你回宗门成亲。你们不要过来啊！好险啊，总算将这群女修给摆脱了。不行，我长得太好看了，走到哪里都被人围观骚扰。我若继续留在青云城，早晚永无宁日。女修追我，男修记恨我。魔兽森林，那里远离城镇，荒无人烟，遍地魔兽，总不会有这些人来骚扰我了吧？对，就去那里，今天晚上就走。
总算到了。这里远离城镇，遍地魔兽，这回总不会有女修来骚扰我了吧？13点自强点，资质和根骨固然重要，但我现在最缺的还是领悟能力，全部加到悟性。是否消耗13点自强点，提升悟性？是。悟性提升成功。悟性20，竟然有这么大变化。原来如此。悟性好就是不一样。以前我看几个月都看不懂的东西，现在一下子就明白了。果然，人还是得靠自己。这些功法全是那些仰慕我的女修送来的，这里面甚至还有3位女帝送的，都是最顶级的功法。东西虽然是别人送的，但修炼必须靠我自己。检测到宿主努力修炼，获得自强点+1。悟性已经提升到20，接下来该补上资质和根骨了。资质加到20，根骨也加到20。是否消耗35点自强点，提升资质与根骨？是。资质提升成功，根骨提升成功。资质、根骨、悟性全都20，这才像个能靠自己修仙的人。打基础一定要最好的，就选这门太初道基诀。原来练气境真正该这样打磨根基。检测到宿主努力修炼，获得自强点+1。恭喜宿主修为突破至炼气3层。检测到宿主努力修炼，获得自强点+1。恭喜宿主修为突破至炼气4层，还可以更快。继续加悟性。是否消耗5点自强点，提升悟性？是。悟性提升成功。检测到宿主努力修炼，获得自强点+1。恭喜宿主突破至炼气5层。检测到宿主努力修炼，获得自强点+1。恭喜宿主突破至炼气9层。破！恭喜宿主成功筑基。筑基了，这就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力量。若是靠那些女修，最快也得3年才能筑基，可我靠自己，几天就筑基了。人类，受死吧！人类，别想跑！该死的人类！果然，真正的战斗和闭门修炼完全不同。就是现在！赢了。检测到宿主独立斩杀魔蛇，宿主通过实战磨练自身，获得自强点+10。战斗也能获得自强点？战斗亦是修炼的一部分，宿主依靠自身实力战斗、突破、磨练，皆可获得自强点。原来如此，也就是说，我不只是打坐修炼能变强，在魔兽森林中战斗也能不断变强。那就继续。检测到宿主努力战斗，获得自强点+3。检测到宿主努力修炼，获得自强点+5。检测到宿主努力战斗，获得自强点+8。恭喜宿主突破至筑基中期。检测到宿主努力修炼，获得自强点+1。恭喜宿主突破至筑基后期。恭喜宿主突破至筑基圆满。筑基之后便是金丹。恭喜宿主成功凝聚金丹，宿主修为突破至金丹初期。战斗
修炼、加点、再修炼，这才是真正靠自己走出来的路。有人遇到危险了，过去看看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抢我守了30年的紫灵血汁！我们不知道那是你的东西，紫灵血汁我们可以交出来，只求你放我们一条生路。哼，现在才想交出来，太晚了！我要将你们玩弄致死，再把紫灵血汁拿回来。诸位师妹，跟他们拼了！放他们走。哪里来的小子？不想死就快滚！一个蒙着脸的人类也敢威胁我，给我撕了他！太初剑气！好强！他一招就灭了狼群。找死！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斩！不可能！你到底是谁？检测到宿主独立斩杀狼妖与狼群，宿主通过实战磨练自身，获得自强点加20。危险已经解除了，你们快走吧。多谢公子救命之恩，这株紫灵血汁还请公子收下。不必。公子若是不收，我们心中难安。公子救了我们所有人的命，这份恩情我们一定会报。还请公子让我们见一见真容，至少让我们知道恩人长什么样。不必了，举手之劳而已。对公子来说是举手之劳，对我们来说却是再造之恩。若能记住公子容颜，日后我们也好报恩。我们回去以后一定在家中日日祭拜公子，下辈子做牛做马也要报答公子大恩。好吧，只看一眼，看完立刻离开。多谢公子。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人？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。世上竟真有如此好看的男子。既然你们已经看过了，就快些离开吧。公子救命之恩，我无以为报。若公子不嫌弃，我愿以身相许。我也愿意。我虽修为不高，但一定会对公子好的。哎，诸位冷静。公子不必客气，这是我们心甘情愿。救命之恩本就该以身相报，还望公子莫要嫌弃。我江枫无意儿女情长。江枫？你说你叫江枫？难道你就是青云城那位天下第一美男子江枫？糟了！原来救我们的竟然真的是江公子，难怪会好看到这种地步，他竟然是天下第一美男。江公子，我愿随你一起修行，终生伺候你。江公子，我可以不要名分。告辞。江枫在魔兽森林。天下第一美男子江枫在魔兽森林，走，立刻飞车去魔兽森林。怎么会这么快传出去？我就不该露出真面容。江公子一定就在附近，大家分头找。外围不能待了，如今只能往更深处走。总算甩开了。两只大妖。朱雀，把东西交出来，有本事就自己来拿。
强。这就是大妖的实力吗？我现在虽然已经金丹，可若被他们发现，恐怕连逃都逃不掉。一定要躲紧了，被发现就完蛋了。这是幻术，检测到宿主观摩大妖法门，获得感悟。宿主悟性极高，正在推演狐族幻术基础。这样也能感悟？检测到宿主观摩大妖法门，获得感悟。宿主悟性极高，正在推演火系术法基础。原来火焰术法还能这样运转。检测到宿主认真观摩强者交战，获得自强点+1，自强点也在增加。战斗观摩、法门感悟，皆为修炼的一部分。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机缘。检测到宿主认真观摩强者交战，获得自强点+1。检测到宿主感悟狐族幻术变化，获得自强点+1。检测到宿主感悟朱雀火法变化，获得自强点+1。恭喜宿主修为提升至金丹中期。不能激动，继续看。什么人？出来！两位前辈误会了，晚辈只是刚好经过，无意打扰。我现在马上离开。一个人类小子，偷看本座斗法也就罢了，竟还敢偷学我凤族独门秘法！前辈，我只是看了几眼，并非有意偷学。看了几眼便能学会，更该死！这么好看的小哥哥，我可舍不得杀。你难道就一点都不怜香惜玉吗？不要脸！我说的是实话。小哥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在下只是路过。长得这般好看，倒是少见。这人类真好看。怎么，你不是要杀他吗？本座做事轮不到你管。不好！朱雀，你想干什么？把人留下！凤族秘法！臭朱雀，你给我等着！本座一定去凤族找你。这就是朱雀的老巢？不对，这哪里是老巢，分明是仙宫。我名凤梨，这里是我的朱雀仙宫。原来是凤梨前辈。恭迎公主回宫。怎么又全是女子？公主带回来的男子长得真好看，好俊美。都退下。是。凤梨前辈，我真不是有意冒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在下江风。我当时只是被人追赶，误入魔兽森林深处，后来见前辈与狐妖交手，声势太大，我不敢乱动，才躲在一旁。至于偷学凤族秘法，也绝非我本意。我只是看到了前辈施展术法，一时有所感悟。若前辈觉得不妥，我可以立誓，绝不外传，也绝不会用凤族法门对付凤族之人。还请凤梨前辈放我离开。我抓你回来，并不是因为你冒犯了我。那是为何？我要你做我的夫君。什么？做我的夫君？不可以！你不答应，我难道不好看吗？你是不是被那个狐妖迷住了？没有。那你为何不愿？我现在无意成婚，我只想修行。成亲不影响修行。可我……何况你若与我成亲，我可以亲自教你凤族独门的双修秘术。不行。江枫，你若不同意，那我便杀了你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先答应下来，再想办法离开。好，我同意。这才识趣。不过你现在修为太低，金丹修为承受不住我的力量，现在还不能与我双修。太好了。你先去焚天梧桐下修炼。公主，不可！有何不可？
梵天梧桐乃我朱雀仙宫神木，只有真正拥有朱雀血脉之人，才有资格在树下修炼。江公子虽是公主带回来的人，可他毕竟是人族。这朱雀仙宫是谁做主？自然是公主。那我不能做主。奴婢不敢，奴婢知错，请公主责罚。下不为例。多谢公主开恩。还不谢我？多谢凤梨前辈。前辈，以后叫我凤梨。多谢凤梨。带他过去。是。江公子，请在此修炼。焚天梧桐乃我宫至宝，还请江公子珍惜机会。多谢提醒。真舒服，这神木竟如此神奇。检测到宿主借助神木修炼，获得自强点+1。检测到宿主努力修炼，获得自强点+1。检测到宿主努力参悟火灵之力，获得自强点+1。资质提升成功，根骨提升成功，悟性提升成功。恭喜宿主修为提升至金丹中期。检测到宿主努力修炼，获得自强点+1。资质提升成功，悟性提升成功。恭喜宿主修为提升至金丹后期。检测到宿主努力修炼，获得自强点+1。根骨提升成功。恭喜宿主修为提升至金丹巅峰。金丹巅峰，没想到焚天梧桐对修炼帮助这么大。现在距离元婴只差一步，要不要趁机突破？啊，这么快就金丹巅峰了？不错，短短时间便能修炼到金丹巅峰，你的悟性果然很高，不愧是我看中的夫君。凤流姑娘，其实夫君这件事是不是可以再商量一下？休得胡言，早日突破元婴，等你到了元婴，便能承受我的力量，到时我们便成亲双修。不能再拖下去了，得先想办法保命。凤梨姑娘，我想向你学一门秘术。秘术？对，我以前学过一门疾风步，速度尚可，但现在遇到的强者越来越多，疾风步已经不够用了，我需要一门真正能逃命的秘术。逃命？修士行走世间，总要有些自保手段。我若能活得更久，也能更好修炼。也有道理。我凤族有一门秘术，名为凤影瞬空，施展之后可借凤火之力，瞬息横渡虚空。修炼到高深处，万里之地也只在一念之间，瞬息可至。凤影瞬空，此术消耗极大，也极难修成。若非悟性足够，强行参悟，只会伤及神魂。请凤梨姑娘赐教。这么快就入门了？凤影瞬可是凤族秘术啊！果然悟性惊人。多谢凤流姑娘。凤梨，你这个不要脸的朱雀，竟敢抢我的男人！九尾狐追来了，把人交出来！公主，是九尾狐来了。他倒是真敢来。你留在这里好好修炼，不许乱跑。好。臭朱雀，出来，交出小哥哥！九尾狐，你再敢胡言乱语，我烧了你的尾巴！你抢了我的小哥哥，还敢这么嚣张？他们还在打，现在正是机会。我的凤影瞬空才刚刚入门，必须将其完全掌握才行。检测到宿主努力参悟秘术，获得自强点+1。宿主悟令极高，凤影瞬空正在领悟中。恭喜宿主成功掌握凤影瞬空。成了。凤梨，把人交出来！做梦！再若不趁他们两人打得不可开交时逃走，就真的走不了了。
凤影顺空。继续。应该已经10万里之外了，他们应该是找不到我了。凤影顺空虽然厉害，但消耗太大了，我现在灵力几乎耗空。好俊的人类小子！阁下有事？有事，有大事！俺要迎娶青灵公主，可那公主嫌俺长得丑，死活不肯嫁。你长得好看，正好代替俺去。代替你？对，你替俺去把青灵公主迎娶回来，等她进了俺的洞府，再与俺完婚。这样骗人，恐怕不太合适吧？你不愿意？这牛妖元婴境，我本就只有金丹巅峰的修为，现在又灵力耗尽，不能硬来。人类小子，俺可不是在同你商量。你若不愿意，俺现在就宰了你。好，我同意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替俺迎亲的人。我堂堂修士，竟然被牛妖逼着替他迎亲。不错，不错，你长得俊，青灵公主见了你，肯定愿意上花轿。若是公主发现新郎不是你，等进了俺的洞府，拜了堂，她发现也晚了。出发！迎亲喽！公主，妆快好了，真好看啊！好不好看，又有什么用？青灵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迎亲的队伍已经来了。我不嫁，我真的不想嫁。青灵，母后知道你委屈，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我宁愿死都不嫁。那牛妖恐怖无比，我怎么能和他同床共枕呢？我真的受不了啊！若不是为了江山社稷，我也不会让你嫁。可如果你不嫁给牛妖，牛妖就会灭了我们青灵国，到时候无数百姓都会因此遭殃。为了天下黎民苍生，只能委屈你了。青灵，是父王母后对不起你。我绝不会把自己的身子真的交给牛妖，等到了牛妖洞府，我就自尽。这就是牛妖？不是说他长得奇丑无比吗？是，应该是吧。公主，你怎么了？他长得这么好看吗？牛妖真好看，能和这般好看的男子共度一生，哪怕对方是妖，我也愿意啊。看来他们应该不愿意这门婚事，一点喜色都没有。我虽然是被牛妖逼着来，但也绝不能真把人家姑娘推入火坑。牛妖没有亲自跟来，而我的灵力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只要我再突破到元婴，就算牛妖在暗中看着，我也不惧他。牛王大人，可是有什么吩咐？今日这门亲事作罢。作罢？牛王大人的意思是退婚？退婚？大王不是让咱们来迎亲的吗？不错，退婚。牛王大人，当真愿意放过青灵国？我以牛妖之名发誓，从今往后，绝不再来骚扰青灵公主，也绝不再为难青灵国。真的吗？多谢牛王大人开恩，青灵国上下感激不尽。这样一来，也算救下了他。不可！青灵，你这是何意？婚约早就定下了，岂有言而无信的道理？公主，不必解除婚约，我愿意嫁。青灵，你说什么？你不是不愿意嫁吗？父王母后，我真的想好了，
之前既然已经答应了这门婚事，就不能言而无信。我愿与他白头偕老，永不分离。公主，你冷静一点。我很冷静。你可知道，嫁过去以后，便要与妖族生活在一起，人妖殊途，将来必定有诸多不便。我不怕。妖族习性与人族不同，饮食起居、修炼法门，甚至寿元心性都未必相合。我可以慢慢适应。而且妖族争斗残酷，你若嫁过去，也许会遇到危险。若能与夫君在一起，我不惧危险。还有，万一日后性情暴戾，对你不好呢？我相信你不会。这公主怎么突然愿意嫁了？俺怎么知道？公主，就算你愿意嫁，我也不愿意娶，反正就是不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愿意娶我？谁说俺老牛不愿意娶你的？公主，俺老牛愿意。果然还是来了。人类小子，俺让你来迎婚，你竟敢替俺退婚！如此乱来，你是找死！吃俺一棍！小心！元婴镜果然不好对付，还敢躲！他能赢吗？那可是元婴境牛妖啊！你可一定不要有事。检测到宿主独立迎战元婴境牛妖，自强任务触发。任务内容：击败牛妖。任务奖励：自强点加50。功法：九转玄灵诀。50点自强点，还有一门功法。人类小子，给俺死！不能再躲了，突破元婴就在此刻。在做什么？临阵修炼，死到临头还敢装神弄鬼！恭喜宿主突破至元婴初期。元婴，现在该我了。俺不信！斩！这不可能！检测到宿主成功击败牛妖，自强任务完成，奖励发放中。恭喜宿主获得自强点加50，恭喜宿主获得功法九转玄灵诀。大王死了，快跑啊！县长饶命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今日饶你们一命，从今往后不可再犯青莲国，否则杀无赦。多谢仙长救我青灵国。若非仙长出手，我女儿和青灵国百姓都要遭殃了。国主、王后不必如此，这都是分内之事。修仙之人本就该斩妖除魔，护佑百姓。仙长高义，青灵国上下永世不忘。此间事了，在下也该告辞了。等等，公主还有何事？你不能就这样走。为何？你既然骑着马来迎娶我，那便不能这样一走了之，应当与我完婚。完婚？不错。公主误会了，我之前被牛妖胁迫，不得已而为之，我并非真的来迎娶你。可大家都看到了，你骑马而来，迎亲队伍也到了王宫门前。若你不娶我，我以后还如何再嫁其他人？仙长，青灵说的也有道理。仙长救我青灵国，又与青灵有了这番缘分。若仙长愿意，青灵国愿以最高礼式将公主嫁与仙长。我愿意。不行，这公主已经吃魔了，再不走，真要被留下成亲了。国主、王后、公主，此事太过突然，容我日后再议。杨公子，公主，她跑了。公子不愿娶我，是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凡人，没有修为。若我也走上修仙路，便可与他结成神仙道侣，
公主，万万不可！有何不可？求仙之路艰难，外面也很危险。我不怕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去修仙，我要变强。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找到公子。奴婢想，公子那般优秀，爱慕他的女子一定不在少数。说不定他早已成亲，已有妻室。就算他已有妻室，他也可以纳我为妾。男子3妻4妾本就是很平常的事。可你是堂堂的公主殿下，怎么能给人做妾呢？我不在乎，只要能和他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在乎。我走了，无论天涯海角，我一定会找到公子的。总算又逃出来了。我实在是长得太好看了，再加上天生魅魔体质，走到哪里都烦恼不断。别人修仙是与天争命，我修仙是与桃花劫争命。但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能动摇。我一定要自强，靠自己走出大道，绝不能当软饭男。如今最麻烦的还是朱雀凤梨和那只九尾狐，他们修为太高，若是找来，我未必逃得掉。必须尽快提升修为。这里足够隐蔽，正适合闭关修炼。姓名江枫，年龄20岁，修为元婴初期，功法太初道基诀、九转玄灵诀，术法疾风步、凤影顺空，自强点50。九转玄灵诀，既然是系统奖励的功法，必然不凡。检测到宿主努力参悟九转玄灵诀，获得自强点+1。检测到宿主努力修炼，获得自强点+1。资质提升成功，根骨提升成功，悟性提升成功。恭喜宿主九转玄灵诀修炼至第1层。检测到宿主努力参悟九转玄灵诀，获得自强点+1。检测到宿主努力修炼，获得自强点+1。资质提升成功，悟性提升成功，根骨提升成功。资质60，根骨60，悟性60。恭喜宿主九转玄灵诀修炼至第2层。检测到宿主努力修炼，获得自强点+1。检测到宿主努力感悟功法，获得自强点+1。资质提升成功，根骨提升成功，悟性提升成功。姓名江枫，年龄20岁，根骨100，资质100，悟性100，修为元婴初期，功法太初道基诀、九转玄灵诀第3层，术法疾风步、凤影顺空。资质、根骨、悟性全部到了100点。修为虽然是元婴初期，但九转玄灵诀已修炼到了第3层，实力大进。这样一来，就算凤梨和九尾狐再找来，我也多了几分自保之力。不过还是要继续努力。下方可是有道友在此修炼，我等路过此地，见异象不凡，想请道友出来一见。又是女修，不行，不能再直接露脸，得遮一遮。这样应该稳妥些。见过几位道友？修士之中，性情古怪者不少，戴面具见人，倒也不算稀奇。在下洛清寒，这2位是我的同门，周明月、许若兰。见过道友。见过道友。在下假面，幸会幸会。假面道友不错。假面道友方才修炼引发天地异象，想来实力不凡。如今太玄道宗正在招收弟子，道友何不与我们一同前往？招收弟子？正是。我等已是元婴境，还有宗门会收吗？道友有所不知，若是没有到元婴境，反而不能参加太玄道宗的招生考试。最低也要元婴境。不错，元婴境在普通宗门之中算厉害人物，有些小宗门甚至会将元婴修士奉为太上长老。但在真正的顶级宗门眼里，元婴境只是刚踏上修行路而已。太玄道宗招收弟子，最低要求就是元婴境起步，也只有进入这种顶级大宗门，才能在修仙路上走得更远。功法、丹药、灵脉、秘境、名师指点，都不是寻常散修能比的。原来如此，这就好比前世的顶级大学招研究生一样，没有名校本科毕业，人家还不要，连门都进不去。而下面那些普通学校，名校本科已经是顶级学历了。
我如今到了元婴境，哪怕资质、根骨、悟性都已经很高，但修炼速度也明显慢了下来。寻常人往往修炼1000年才能踏入元婴，后面的境界只会更难。就算我悟性再好，也需要时间去熬。何况修仙从来不只靠资质，法、律、财、地缺一不可。若能进入大宗门，好处确实很多。再者，万一那朱雀凤梨和九尾狐妖找来，有宗门庇护，我就不怕了。假面道友，可愿与我们同行？好，那便一同前往太玄道宗。这就是太玄道宗，果然不愧是超级大宗门，当真非同小可。到了。今年来参加入门考试的人比往前还多，也不知我们能不能顺利进入太玄道宗。听说太玄道宗的入门考试极严，我等虽都是元婴境修士，可真正能进入太玄道宗的，恐怕不到1%。要进太玄道宗难啊！话也不能这么说，总有真正的天才能够轻易进入。能修到元婴境的，哪一个不是修炼天才？可想进太玄道宗，光是天才还不够，资质、根骨、悟性、运气缺一不可。就算是妖孽中的妖孽，也不敢说自己一定能稳进。看来太玄道宗的考试比我想的还要难。假面道友不必太过担心，道友能引动天地异象，必有过人之处。也只能尽力而为。肃静！诸位既来参加我太玄道宗入门考试，便须遵守本宗规矩。此次考试分为数关，第一关规则极为简单。尔等将进入幻境碑林，在规定时间内参悟10碑之上的功法，参悟越深，成绩越高。幻境碑林，今年的第一关就是考悟性。现在第一关开始。留下来，不要走，陪我一起死。好重！这里有威压，走一步都这么难，怎么参悟碑文？我的眼睛！上面什么都没有啊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这一届淘汰的倒是快。幻境碑林本就不是寻常考验，进入其中既要承受幻魔侵扰，又要承受碑林威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还要参悟10碑上的功法神通，困难程度比外界参悟高出10倍不止。唯有真正的天骄才能通过这一关。留下来，你逃不掉，放弃吧。这碑林果然不简单，不但有游魂尖叫扰乱心神，还有万斤威压压在身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还要参悟碑文，难度极大。天地不仁，以外不为忠狗。天地不仁，并非天地残忍，而是天地运行不因一人悲喜而改变。检测到宿主在重压与幻境之中参悟大道碑文，获得自强点+1，获得自强点+1，获得自强点+1。宿主感悟加深，修为提升，恭喜宿主进阶元婴中期。检测到宿主持续参悟大道碑文，获得自强点+1，
检测到宿主功法感悟提升，太初道金诀正在进阶。检测到宿主持续参悟大道碑文，获得自强点+1，太初道金诀感悟提升。这石碑上的功法神通，既与太初道经诀有相通之处，一个讲天地大道，一个讲铸就太初道基，两者彼此印证，正好能触类旁通。恭喜宿主太初道金诀修炼至大成，检测到宿主持续参悟大道碑文，自强点+1。恭喜宿主太初道基诀修炼至圆满。不错，不错，能在幻境碑林中引动这等异象，确实是个好苗子。悟性不凡，信性也稳。若能收入宗门，好好培养，将来或许能有一番成就。可惜修为还是低了些，只有元婴中期。元婴中期虽不算高，但入门考试看的是综合能力，他也未必不能过关。总算通过了，第一关就淘汰了这么多人，后面恐怕更难。假面刀友，你如何？还好。第一关结束，通过者进入第二关。第二关规则也很简单，抽签对战，只能使用在幻境碑林中感悟到的功法神通进行战斗，胜者过关，败者出局。只能用碑林中感悟到的功法神通？那若是感悟不深，岂不是必败？长老，弟子有异议。说，我等虽都是元婴境，但实际修为有高有低，有人已是元婴圆满，有人才元婴初期，两者之间有若天壤之别，这样比试如何公平？你没有修炼至元婴圆满，是你自己的问题，怪不得别人。更何况第二关限制只能使用碑林中感悟的功法神通，若你天资了得，感悟够深，未必不能以弱胜强。再者，抽签本就有运气成分，若你只是元婴中期，却抽到元婴初期的对手，也可能轻松过关。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太玄道宗不收气运太差的弟子。元婴圆满，你这签运不太好。假面道友才刚刚跨入元婴中期，要对上元婴圆满，几乎没有胜算。假面道友，不若就放弃吧。太玄道宗虽好，但我辈修士自有缘法，也不必强求。这小子第一关表现不错，可惜抽到了元婴圆满，运气也是考核的一部分。一个人的运气往往由自身气运所决定，气运太低之人，即便天赋不错，也不宜将其招入太玄道宗，否则日后还可能影响宗门气运。元婴中期对元婴圆满，这还怎么打？差距太大了。悟性再高也没用，修为差距摆在这里。你就是第一关引动异象的那个假面道友？是我。哼，悟性不错，可惜修为太低。你现在认输，可免去受伤之苦。假面道友，认输吧。元婴中期和元婴圆满相差太大，强撑没有意义。大家都这般觉得，你不丢人。他不会真要打吧？看他的样子，似乎没有退意。动手吧。我给你机会，你却不知好歹。若你不动手，我便先动手了。狂妄！神山印，好强的威势！这一击，元婴中期根本挡不住。天地无效。怎么可能？给我破！
承让，赢了！元婴中期竟然真的打败了元婴圆满，这怎么可能？到了元婴境，每个人都称得上修炼天才。不错，能修到元婴的，哪一个不是从无数修士中脱颖而出？所以元婴境之间想越级而战极难。越阶而战这种事，大多只会发生在低阶修士身上。境界越高，每一重差距就越大。到了元婴境，还能以中期胜圆满，这已经不是普通天才能做到的了。这个假面道友真的厉害，难怪第一关能引动异象。若他进了太玄道宗，恐怕很快就会名动中门。他比我想象中还强。我原本还以为他只是悟性高，没想到战力也这么恐怖。能将碑林中砍悟的神通运用到这种地步，他的悟性恐怕远在我们之上。假面道友，你方才也太厉害了！元婴冲期击败元婴圆满，这一战之后，恐怕没人敢再小看你了。恭喜你通过第2关。侥幸而已。他碑林神通的感悟，竟然已经到了这等地步。不是单纯魔法，也不是粗浅施展，他是真正悟出了其中道义。元婴中期能以道压制元婴圆满，此等悟性千年难得。若能收入门下，细心培养，将来必成大器。好苗子呀！你们也动了收徒的心，这等奇才，谁不心动？太玄道宗1000年内能有几人做到这一步？此子悟性极高，正适合修我这一脉的道法。你那一脉众守城，哪里适合这种悟性惊人的弟子？你们2个不用争了，我看此子心性沉稳，与我有缘。什么弟子值得你们3人争成这样？见过云瑶真人。说吧，出了什么天才？回真人，这次考核中有一名男修表现不错，仅元婴中期，却凭借碑林神通击败了元婴圆满。难修？正是。可惜我不收男弟子。既如此，便不必耽搁，尽快结束考核，正式定人。是。第2关结束，胜者进入下关。第3关幻境问名。进入幻境之后，尔等会暂时失去记忆，幻境会询问尔等真实姓名、身份来历、过往经历，若来历不明、心怀不轨或道心有缺，皆会淘汰。假面道友，这一关看似容易，实际上很难。只是询问来历也难。能来这里参加考核的，都是元婴境修士，很多人已经活了几百年，甚至上千年。他们身份来历复杂，当然要问清楚。要不然，有其他门派的奸细怎么办？但难的不只是来历清白，有些人会在幻境中被问出内心隐秘，若经不起诱惑，或到心不坚，或心中执念太重，也会被认为不合适而淘汰。你是谁？我叫赵无涯。你心中最痛苦之事是什么？妈，不要丢下我！这关果然可怕，这是道心崩溃了。你心中最不能面对之事是什么？我的道侣背叛了我。不可能！你是否已经放下？我没有，我没把他怎么样，没把他怎么样！这也太吓人了，感觉比前2关还难。洛师姐，你没事吧？侥幸过关。假面道友，轮到你时，一定守住本心。我知道。下一位假面道友。你的真实身份是谁？青云城江峰，他们说我是修仙界天下第1美男子。你为何来到太玄道宗？为了修行，为了变强，也为了躲开那些总想让我吃软饭的女修。江峰，那个传说中的天下第1美男子江峰，我听说过他。据说青云城各大势力都曾上门送聘礼。原来假面道友就是江峰。假面道友竟然是天下第1美男江峰，
难怪他一直戴着面具，可能是长得太英俊，到处招蜂引蝶，不得不如此。原来如此，他就是那个传闻中的江枫。据说此人容貌极盛，还天生魅惑体质。凡女修一见到他，无不为之神魂颠倒。难怪他不愿意真容示人。天下第一美男子。你心中最大的执念是什么？自强。为何自强？我不想靠别人，不想靠容貌，也不想靠女修，更不想当软饭男。我要靠自己修成大道，哪怕资质平庸，起点低微，也要一步一步往上走。若有女帝愿助你成仙，你是否愿意？有绝世女修愿给你功法、灵脉、宗门、仙山，助你一步登天呢？不愿，我可以收功法参考，但修行必须靠自己。若要我出卖自己，换取捷径，绝不可能。你修仙所求为何？自强不息，靠自己走到大道尽头，长生久世，逍遥世间。这也太好看了！世上竟真有这样的男子，难怪他要戴面具。我原本还以为传闻夸张了，现在看来，传闻还是保守了。道心稳住，狐仙信念坚定，不错。面对捷径诱惑，仍能坚持本心，此子道心极佳。自强不息，独立自强，这样的心性确实适合修道。确实很好看。他不但长得好看，道心还这么坚定，坚决不吃软饭，要靠自己，这也太让人心动了。我现在能理解青云城的女修为什么会那般疯狂了。糟了，身份暴露了。江枫，真人，你入我云水峰下修行。真人，你方才不是说不收男弟子吗？现在收了。真人，你向来只收女弟子，这可是整个太玄道宗都知道的规矩。江枫虽是难修，但我等早已看中，你这样横插一手，恐怕不妥吧？有何不妥？当然不妥。此子在第一关便引动异象，第二关又以元婴中期击败元婴圆满，我们三人早有收徒之意。不错，凡事总要讲个先来后到，他是我们先看上的，真人不能抢。云瑶真人，你身份虽高，也不能不讲道理。长老竟然真的争起来了，能让长老抢着收徒，这江枫也太厉害了，不愧是江公子。怎么又变成被抢了？我让他入云水峰，不是收他为弟子。不是弟子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我只是替师父办事。你师父？师伯他老人家要收徒？不错，我只是代师收徒。从今日起，江枫便是我师弟。江公子竟然直接成了云瑶真人的师弟，那辈分岂不是极高？若是师伯的意思，怎么，你们要与我师父争弟子吗？不敢。既是师伯之意，我等自然不敢争。此事便依真人所言。江枫，愣着做什么？还不过来见过师姐？这个云瑶真人看起来身份很高，他的师父自然地位更高，能拜入其门下，的确是大机缘。有大宗门庇护，朱雀凤梨和九尾狐应当也没那么容易找来。今日代师收徒，先定下你的身份，待师父出关之后，你再正式拜见师尊。是，师姐。此后，你便先随我回云水峰修行。这里倒是比我想象中还要清静。见过云瑶师叔。这位是？他就是传闻中的天下第一美男子江枫，真的是江枫。江公子，我住在青竹院，若你有空可以来坐坐。江公子初来云水峰，若是不熟悉路，我可以带你四处看看。我那里有上好的灵茶，江公子要不要尝尝？还是来了。放肆！他是我师弟，也是你们的小师叔。小师叔，他竟然是我们的小叔，那我们刚才岂不是见过小师叔？诸位不必多礼，日后见了他，须守礼数，不可失了分寸。是。以后你便住在这里，若有修炼所需，可告诉风中侍女。此处很好。你身份特殊，寻常弟子不会轻易打扰你。多谢师姐安排。不必。有小师叔这层身份在，至少能少些麻烦。师尊，您当年说过，若弟子有了爱慕的男子，便将他带回云水峰。您会收他为弟子，让我们成为同门师兄妹。
如今弟子带回来了，师尊，弟子春心动了。这里倒是清静。何事？弟子听闻小师叔初来云水峰，特意送来一些灵茶，算是拜见小师叔。多谢好意，放在门外即可。小师叔不请弟子进去坐坐吗？我正要修炼，不便见客。那弟子便不打扰小师叔了。小师叔，弟子这里有刚摘的灵果，最能滋养元神。放门外吧。小师叔若是不嫌弃，弟子可以亲手为你洗净。不必。小师叔，弟子听闻你在幻境碑林中悟性惊人，想向小师叔请教碑林感悟。弟子也想听小师叔讲讲那门神通。我也想听。你们几个都是化神境，还找元婴境的小师叔请教神通，借口也太明显了吧？小师叔辈分高，悟性又好，请教一下也不奇怪。你自己心里打什么主意，谁还不清楚？又何必如此自欺欺人？小师叔声音也好好听，小师叔长得真好看，我这辈子从未见过如此好看的男修。那是自然，小师叔可是天下第一美男子。再这样下去，我根本无法安心修炼，必须布下隔音戒指了。闭门修炼吧。小师叔真的不出来了吗？我灵茶都准备好了，我还想请小师叔讲讲碑林感悟呢。你都化神中期了，能不能别把借口说的这么假？谢过云瑶师叔。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弟子只是想给小师叔送些灵茶，弟子想拜见小师叔，弟子想请教碑林感悟。你已是化神中期，是。他现在只是元婴中期，且刚入，你感悟已久，你需要向他请教。弟子知错。他初入云水峰，需要清修。从今日起，任何人不得无故打扰。弟子明白。都散了。是。刚来便被围住，他应该吓到了吧？检测到宿主努力修炼，获得自强点+1。还是修炼最踏实。太玄道宗弟子大多修为不低，我现在这个小师叔只是辈分高而已。若没有足够实力，迟早会被人看清。检测到宿主努力修炼，获得自强点+1。顾师兄，听说云瑶真人带回了一个男修。男修？不错，而且那人已经住进了云水峰。云瑶师叔向来不近男色，怎会带男修回云水峰？听说那人名叫江峰。江峰，就是传闻中的天下第一美男子。一个元婴中期的男修，只因辈分高，变成了云水峰小师叔。听说他悟性极高，是云瑶真人带师收下的师弟。哼，悟性高又如何？云水峰上化神境弟子比比皆是，他一个元婴中期，也配让众人喊他小师叔？云瑶师叔从不亲近男子，他凭什么？我倒要看看这个江峰到底有什么本事。江峰，出来！顾长风怎么来了？他来找小师叔做什么？阁下有事。你就是江峰？是我，一个刚入门的元婴中期，也配住进云水峰？顾师兄，江公子是云瑶师叔带师收徒，按辈分，你该称他一声小师叔。不过是靠着一张脸，让云瑶师叔另眼相看罢了，也配我叫小师叔？若阁下前来只是为了说这些，那阁下可以离开了。怎么，被我说中了？江峰，你敢说自己不是靠脸上位？云瑶师叔向来不近男色，凭什么对你另眼相看？我无意与你争执，若你对师姐的安排有意见，可以去问师姐。师姐？你叫的都是亲戚。顾长风，你不要太过分！小师叔是师祖门下的人，岂容你这般羞辱？顾师兄平日看着风度翩翩，今日怎么如此失礼？这些人以前见了我，哪一个不是客客气气？甚至还有人向我暗索秋波。可如今江峰才来云水峰，他们便全都站到了江峰那边，凭什么？江峰，你若真有本事，便与我公开比试。
顾长风，你可是化神圆满，你让元婴中期的小师叔跟你比试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放心，我顾长风还不至于欺负弱小。比试之时，我会将修为压制到元婴期。说的好听，你修行经验、神通掌握、肉身根基，哪一样不是化神圆满？就算压制修为，也不公平。顾长风，若你真想打，我来陪你。怎么，江枫只会躲在女人身后吗？你，多谢好意。小师叔，他是故意激你。我知道，我不争风吃醋，也不靠女人。检测到宿主遭受挑衅，自强任务触发。任务内容：独立击败顾长风。任务奖励：自强点加100。术法：太玄破虚指。系统，你是嫌我死得不够快吗？我才元婴中期，你让我和一个化神圆满的人去比，没办法了，也只能拼一把了。系统，你该不会坑我吧？那我们就比试一场。好，这可是你自己答应的。明日午时论道台，我们一战。我倒要看看你除了这张脸还有什么本事。明日见。哼。小师叔，你不该答应他的。顾长风即使压制修为，但他毕竟是化神圆满，神通、手段、经验都不是元婴境能比的。他的剑道在真传弟子中极强，绝不好对付。多谢诸位提醒，但男儿在世，遇强则强，岂有临阵退缩之理？小师叔果然不是寻常男子，明明可以靠脸，却偏偏要靠实力，这才是真正的修仙之人。以我现在的实力，还远不是顾长风的对手。正所谓临阵磨枪，不亮眼光，还是先抓紧时间修炼吧。之前的在碑林中感悟，让我太初道基诀提升，还有之前系统奖励的九转玄灵诀，也只修到了第3层，得抓紧修炼。检测到宿主努力修炼，获得自强点+1。检测到宿主努力修炼，获得自强点+1。检测到宿主努力感悟碑灵道运，获得自强点+1。继续加悟性。是否消耗自强点，提升悟性至120？是。悟性提升成功。太初道基诀已经圆满，可道基之后又该如何继续往前？检测到宿主悟性提升，正在推演太初道基诀后续篇章。宿主感悟大道碑文，获得自强点+1。宿主触类旁通，太初道基诀突破圆满极限。恭喜宿主自行感悟出太初道基诀第2篇，宿主修为提升，正在冲击元婴境后期。这是突破异象，不愧是我看上的男子，果然不凡。那处庭院是云水峰最好的别院，外面看着平凡，实际上地下刻着聚灵阵。他在里面修炼，灵气会比寻常洞府浓郁数倍，希望能帮你顺利突破。恭喜宿主进阶元婴后期。还不够，顾长风是化神圆满，即便压制修为，也绝不能小看。检测到宿主努力参悟九转玄灵诀，获得自强点+1。检测到宿主感悟加深，九转玄灵诀正在突破。恭喜宿主九转玄灵诀突破至第4层。元婴圆满，就在此刻。恭喜宿主进阶元婴圆满。元婴圆满，只是一夜之间，竟连续突破2重，这可是寻常人几百年都未必能做到的。这庭院竟然有聚灵阵，难怪灵气如此充沛。大宗门果然底蕴深厚，若是在别的地方，哪怕有系统相助，恐怕也没有足够灵气支撑我连续突破。看来进入太玄道宗确实是正确选择。诸位这是做什么？小师叔，今日你要与顾长风比试，我们特意来送些东西。这是清心丹，可稳固心神，防止剑意冲击神魂。这是护身玉符，危急时能挡住化神境一击。这是回灵露，能快速恢复灵力。多谢诸位好意，不过此战我想靠自己，不必借外物取胜。
小师叔，这不是让你靠外物。顾长风毕竟是化神圆满，就算压制修为，也绝不好对付。我们只是担心你受伤，也是想略尽心意。诸位心意，我领了。但真正上台之后，我还是想凭自己的实力一战。小师叔果然道心坚定，明明有这么多宝物，却还是想靠自己，这才是真正的自强之道。见过云瑶师叔。他们的东西你可以不收，但这个你收下。这是九霄镇灵塔，防御至宝，催动之后可护住周身，挡住合体境修士3击。九霄镇灵塔那可是云水峰重宝，连合体境修士的攻击都能挡3次。师姐，此物太贵重了，顾长风只是化神圆满，我不能收这样的重宝。顾长风破不了他，此物可保你安然无恙。既然如此，我更不能收。你拜入师父门下，师父尚未给你入门宝物。这件九霄镇灵塔便算是入门礼，我只是带师父给你。既是师门入门礼，那我便先收下。多谢师姐，也多谢师父。走吧，该去论道台了。江峰还没来，毕竟是元婴中期，对上顾师兄，怕也是正常的。他不会不敢来了吧？又是这样，这些女修以前见了我，哪个不是恭恭敬敬？如今却全围着他一个人转。江峰，你终于来了。我既然答应了，自然会来。被一群女修护送过来，倒是威风。顾长风，你说话放尊重点。小师叔是云水峰的人，我们送他来，有何不可？顾长风，想战就战，又何多言？今日我便让所有人看看，你到底配不配当这个小师叔。江峰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动手吧。哼，我已将修为压到元婴圆满，免得别人说我欺负你。化神圆满对元婴修士，也好意思说不欺负人？更何况他化神圆满的经验和神通又没有消失。小师叔要小心。宿主已接受挑战，自强任务正式开启。任务奖励发放。恭喜宿主获得自强点加100，恭喜宿主获得术法太玄破虚指。原来这个任务是只要上台接受挑战，就能获得奖励。宿主独立应战强敌，符合自强不息之意。太玄破虚指可向比自己高一个大境界的修士发起攻击，并无视对方的一切防御，直接穿透杀机。出其不意之下，可重创甚至斩杀比自己高一个大境界的修士。请宿主自行把握机会。全部加悟性，是否消耗100点自强点，提升悟性？是。悟性提升成功。宿主感悟太玄破虚指，获得自强点加1。在台上发呆，江峰，你这是怕了吗？装神弄鬼。顾长风，你不要脸！小师叔正在顿悟，你竟然趁机袭击！堂堂真传弟子，居然做这种事！他自己站上论道台，难道还要我等他慢慢顿悟？怎么，想在台上装模作样拖延时间吗？我倒要看看你这破塔能护你几次！那是什么宝物？竟能自行护主！若非有云瑶师叔给的护身至宝，顾长风这一下真可能伤到小师叔。你就只会躲在法宝后面吗？江峰，悟完了，悟完又如何？太玄破虚指，怎么可能？顾长风败了！
他可是化神圆满啊，就算压制修为，也不该败得这么快。小师叔赢了，一指就重创了顾长风。这太玄破虚指果然厉害，能向比自己高一个大境界的修士发起攻击，还能无视防御直接穿透杀机。若是出其不意，的确能重创，甚至斩杀高一个大境界的修士。放肆！江峰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长老何出此言？同门切磋，已经下如此重手，今日若不严惩你，宗门规矩何在？陆长老，这怎么能怪小师叔？顾长风以化神圆满修为，压制境界来战元婴，本就占尽便宜。如今被小师叔重创，只能说明他技不如人。元婴战化神，难道还要小师叔处处留手吗？放肆！执法风办事，轮得到你们插嘴？那我能不能插嘴？见过云瑶真人。陆晨月，你要严惩谁？云瑶真人，此事你也看见了，顾长风不过是与江峰切磋，江峰却一指将他重创，已违背宗门切磋规矩。顾长风先趁江峰顿悟时出手，此事你不提。论到台上，既一开始比试，便没有顿悟不顿悟之分。倒是江峰明明只是元婴圆满，却突然施展出足以重创化神圆满的神通。谁知道他是不是暗中算计，故意诱长风出手？这也太偏袒了。顾长风输了，就说小师叔暗中算计，执法风就是这样执法的吗？江峰，若你心中无愧，便随我去执法峰受审。入问心台答话。好，不过顾长风也要一起去。凭什么？因为这场比试不只是我一人参与，若要问，就一起问。我觉得可行。陆长老，你不是要查清真相吗？好，那便去问心台。问心开始。江峰，你是否故意暗中算计顾长风？没有。你是否在比试前布置陷阱，意图重伤同门？没有。小师叔果然无辜，本来就是顾长风技不如人。顾长风，你为何挑战江峰？因为不服。为何不服？因为他住进了云水峰，且云瑶师叔对他另眼相看。你为何在意云瑶真人？不要问了，我爱慕云瑶师叔多年。顾长风竟然暗恋云瑶真人，难怪他针对江峰。你是否曾因嫉妒陷害同门？没有，我没有。说真话。有。3年前，林师弟被云瑶师叔夸赞，我心中嫉妒，暗中调换了他的试炼玉符，害他在逆境中受伤，挫伤真传晋升机会，最后自杀而亡。原来当年的事是顾长风做的，他竟然做过这种事。他为了嫉妒，竟然暗中调换试炼玉符。若不是问心台揭露，林师兄这辈子都不知道真相。这种人也配做真传弟子，必须严惩。顾长风害人前程，绝不能轻饶。师尊，救我！都安静！长风虽有过错，但并没有直接杀人。那人自杀，也只怪自己一时糊涂。他只是一时糊涂，心生嫉妒，才做下错事。一时糊涂？害同门错失真传晋升，也能叫一时糊涂？陆长老这是还想护着他？顾长风毕竟是宗门真传，修行不易，依我看，可以小惩大戒，罚他闭关100年，反省过错。闭关100年也算惩罚？对修士来说，闭关100年分明是避风侯。陆晨月，你还真是护短。
云瑶真人，顾长风再有错，也该由执法风处置。执法风若只护自己人，便不配执法。他说的不错。拜见宗主。拜见宗主。问心台已照出真相，你还想小惩大谏？宗主，长风虽有错，但他天资不凡，若就此废掉，实在可惜。宗门天才不少，但心术不正者，天资越高，祸患越大。宗主，我知错了，求宗主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陷害同门，毁人前程，今日又借比试之名，极度生恨，挑衅师门长辈。若不严惩，宗门规矩何在？师尊救我！顾长风罪证确凿，按宗规废除修为，如此。陆晨月，宗主，你身为执法长老，执法不公，偏袒弟子。今日若非江峰主动入问心台，真相恐怕又要被你压下。宗主，我只是念在长风修行不易，执法之人罪忌私心。从今日起，革去你执法风掌权之职，禁闭300年，反省己过。是。见过宗主。小风，今日之事，你受委屈了。弟子只是自证清白。面对污蔑，不畏强权，愿如问心台自证，很好。你入宗不久，便遭此风波，宗门自该有所补偿。江峰，可入太玄藏经阁3日，3日之内，藏经阁所有功法神通任你参悟。藏经阁3日，前3日任他参悟，这奖励也太大了。小师叔这也算因祸得福，以小师叔的悟性，3日说不定能悟出不少神通。多谢宗主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藏经阁内机缘不少，好好把握。我会的，师姐。能得多少就看你的本事了。太玄道宗的藏经阁，这里面应该藏着不少高深功法神通。你便是江峰？见过长老。宗主已经传令，你可入藏经阁3日，所有功法神通皆可参悟。多谢长老。藏经阁中机缘无数，但不可强求。有些功法任人，有些功法择主。若强行参悟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反而会伤了神魂。弟子明白。太玄剑诀，这些功法虽然不错，但似乎还不够适合我。你在跟着我？你倒是挺执着。无名功法，这不是普通文字。检测到未知古老功法，宿主悟性极高，可尝试参悟。检测到宿主努力参悟无名古卷，获得自强点+1。检测到宿主感悟加深，获得自强点+1。万道同源，万法归一。恭喜宿主成功开启万道归一经，宿主感悟万道归一之意。修为没有提升，可我的肉身、神识、灵力运转，全部都变得不同了，根基完全不一样了。藏经阁震动，这小子在里面做了什么？是谁唤醒了万道归一经？宿主成功参悟万道归一经出篇，宿主根基重塑，万法相融，宿主肉身、神识、灵力品质获得提升。这万道归一经果然不凡，修为没有提升，战力却像是换了一个层次，根基更稳固了。3日期限已到，也该出去了。多谢前辈功法。你在里面看到了什么？一本古卷。什么古卷？万道归一经。果然是他。
长老知道此经？知道，但从未有人真正唤醒过此经。江峰，此事不要轻易外传。万道归一经关系重大，若传出去，未必全是好事。弟子明白。发生何事？有人闯宗门大阵。若不是你追到朱雀仙宫，他怎会趁乱逃走？笑话，明明是你先抢走我的小哥哥，抢走也就罢了，你竟然还守不住。他是我的夫君。哼，你们拜堂了吗？迟早的事。那就是没有。什么人？好强的妖气！他在这里。小哥哥果然在太玄道宗。让江峰出来。告诉你们宗主，把我的小哥哥给交出来。江峰，江师叔乃我太玄道宗弟子，岂是你们说带走就带走的？弟子？他是我的夫君。又胡说，他明明是我的小哥哥。有人闯阵，快禀报宗主！太玄道宗，交出我夫君江峰，把小哥哥还给我。太玄道宗若是不交人，便是挑起与我朱雀一族的大战。我狐族也不是好惹的，今日若不把小哥哥交出来，我便拆了你们山门。朱雀一族，还有狐族大妖，这江师叔到底惹了多少人？什么叫惹？分明是他们自己找上门。两位，此乃太玄道宗，不是你们妖族领地，你们闹够了吗？交出我夫君江峰，我立刻离开。把小哥哥还给我，我也可以不闹。江峰如今是我太玄道宗弟子，去留由他自己决定。他是我的夫君。不是，你答应过的。那是你威胁我要杀我，我才暂时答应。答应了便是答应了。这不能算。小哥哥，你看他多霸道，还是跟我走吧，我可舍不得威胁你。九尾狐，你闭嘴！凭什么？够了！凤梨公主，我知你朱雀一族势大，那又如何？若你们继续在此闹事，休怪本宗主将你们镇压。你若镇压人，便等于与朱雀一族开战。就算告到我父亲母亲那里也无用，他们知道江峰是我的夫君，只会亲自上门抢人。我真不是。我狐族也一样。小哥哥这般好，我族长辈见了也一定会喜欢。你们能不能先问问我的意见？既然两位都说与江峰有救，本宗主也不拦你们见他。宗主，凤梨公主、九尾狐，你们各有1日时间，一人1天与江峰单独相处。若你们能说动江峰，让他自愿跟你们走，那便是你们的本事。但若江峰不愿，谁也不得强迫，更不许在太玄道宗闹事，否则不管是朱雀一族还是狐族，本宗主都会先将你们镇压。好，我先来。凭什么你先？他先答应做我夫君。我说了那不算。小哥哥说不算，那就不算。九尾狐，你们相持不下，那便抽签决定。我只是想安静修炼，怎么又变成这样了？江峰，今日你归我。这只是相处1日，不是归你。都一样。上来。你让我骑你？哼，别人自然不行，但你是我看中的夫君，那当然可以。我不是你夫君。先上来。怎么样？这风景还入得了你的眼？怎么样？好玩吗？风景不错。只是风景不错。我现在更想修行。你就这么想变强？对，我只想修行，只想靠自己变强。哼，靠自己也不代表不能让我教你。既然你想修行，那我便教你一门朱雀一族的顶级神通。这不太合适吧？我说合适便合适。凤族秘法，外人能学？你不是外人。我真不是你夫君。此术名为朱雀焚天诀。
检测到朱雀一族顶级神通朱雀焚天诀，宿主正在参悟。这么快就入门了，不愧是我看中的人。若瑶，你在做什么？别分心，我帮你修炼。我说过，我不靠别人。这不是让你靠我，神通还是你自己悟，功法还是你自己修。我只是给你一点点小小的帮助。检测到宿主融合朱雀火道奥义，万道归一经感悟提升。宿主努力修炼，获得自强点+1。宿主感悟朱雀神通，获得自强点+1。恭喜宿主，万道归一经跨入第2重。第2重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消耗了大量灵力帮他修炼，可方才那一瞬间，我损耗的灵力不但全部补回来了，修为还精进了一些。看来你与我双修一定会更有好处。我挑的夫君果然没错。不要乱想。我没有乱想。凤梨，你1天的时间到了。现在该轮到我了。我还没结束。怎么没结束？说好1人1天，你的1天已经到了，你倒是算得准。当然，跟你这种会抢人的朱雀打交道，不算准些怎么好？九尾狐，你找死！你若现在动手，便是坏了约定，到时候小哥哥可就更不喜欢你了。我只按约定行事。好，这一日让给你。九尾狐，你敢与我这个朱雀一族的公主作对，总有一天我要灭了你们狐妖一族。吓唬谁呢？有本事你先让小哥哥愿意跟你走。江风，我明日再来找你。小哥哥，终于轮到我们独处了。你想做什么？别紧张，我不像那只朱雀那么粗鲁，我只是想让小哥哥开心些。小哥哥，怎么样？这些都是我狐族最会歌舞的美人，若你喜欢，他们都可以留下陪你。你不看？我要修炼。他们不好看吗？好看。那你为何不动心？好看与我修行无关，我若因外物动摇，便走不远。小哥哥，你真有意思。若是我亲自陪你呢？也一样。我也一样。我只想修炼。难怪那只朱雀会对你这么上心。你越是这样，我越想得到你。你这话听起来很危险。放心，我今日不强迫你。检测到宿主面对诱惑，道心坚定。检测到宿主坚守自强之心，不为外物所动。特殊奖励发放，恭喜宿主获得不灭元神法，恭喜宿主获得自强点加300。居然还有奖励！世间男子无数，可像你这样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在这般诱惑之下，竟还能专心修炼。小哥哥，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姓名江峰，年龄20岁，根骨100，资质100，悟性230，修为元婴圆满，功法太初道诀第2篇，九转玄灵诀第4层，万道归一经第2重。术法疾风步，凤影顺空，太玄破虚指，自强点370点自强点。如今境界越来越高，资质、根骨、悟性都不能落下。根骨加到200，资质加到200，剩下的全加悟性。是否消耗自强点提升根骨、资质、悟性？是。根骨提升成功，资质提升成功，悟性提升成功。姓名江峰，年龄20岁，根骨200，资质200，悟性400，修为元婴圆满，功法太初道诀第2篇，九转玄灵诀第4层，万道归一经第2重。术法疾风步，凤影顺空，太玄破虚指，自强点0，悟性400，果然不同。不灭元神法稳固神魂，太初道诀铸造大道根基，九转玄灵诀凝练灵力于肉身，三者之间竟然隐隐相通。检测到宿主感悟不灭元神法，宿主悟性极高，功法正在快速领悟。万道归一经正在融合诸法道运。恭喜宿主不灭元神法第1篇练成，恭喜宿主太初道诀第2篇练成，恭喜宿主九转玄灵诀突破至第5层。他要突破了！我元婴圆满，突破化神。小哥哥竟然要化神了！恭喜宿主突破至化神初期。公子，怎么会更好看了？你的体质提升了。不好，
魅魔体质似乎变强了。这气息不像普通魅惑之力。公子，好想靠近他，他的气息好温暖。这是我的魅魔体质又变强了。检测到宿主体质进一步觉醒，体质信息正在重新解析中。这是什么气息？为何我忽然心跳的这么快？好像是僵尸叔的方向。稳住丹火，我稳不住心神了。僵尸叔突破了，化神了。为何连我也会受到影响？好像只想与他双修。江风突破了，不愧是我看中的夫君。不对，这不是魅魔体质，这是传说中的万古道侣体质。小哥哥，你好像更不一样了。这不是好事。谁？江峰，前辈是？你身上的体质不是魅魔体质，不是魅魔体质。不错，你是传说中的万古道侣体质。不是魅魔体质，公子不是魅魔体质吗？可那种吸引力，明明比魅惑之术还强。你们会误会，并不奇怪。万古道侣体质是比魅魔体质高出万倍都不止的绝世体质，便是圣体、至尊体，也未必比得上这一体质。比圣体、至尊体还强？不错，万古道侣体质无时无刻不散发着特殊魅力，异性修士见了你会很容易被吸引，因此世人极容易将其误认为魅魔体质，或者说，在他尚未真正质变之前，表面上与魅魔体质并无太大区别，但本质上二者完全不同。哪里不同？魅魔体质靠着纯粹的魅惑之力，以魅惑之力扰乱心神，引动欲念，所以清心法诀、镇魂术、破妄神通都能抵挡魅魔体质。但万古道侣体质不是魅惑之力，它更像是一种大道亲和，所以任何抵抗魅惑之术的清心法诀对这一体质都无效。难怪我明明没有主动施展任何魅惑之术，那些女修还是会被吸引。正是如此，任何人只要与你这种体质之人双修，都会获得意想不到的好处，而体质拥有者本身也同样会得到极大反馈。难怪凤梨帮小哥哥修炼，自己反而修为精进。原来是因为小哥哥体质特殊缘故。女修寻找道侣，本质上是想寻找一个能让自己修行更进一步的人，一个能让自己依靠的人。爱慕强者是修士本能，特别是女修。高阶女修的神魂直觉会本能判断出谁对自己最有好处。万古道侣体质正是诸天万界最适合作为道侣的体质。那些女修不是单纯被你的容貌吸引，他们的神魂本能、修行直觉都在告诉他们，靠近你会有大机缘。所以，我被女修围追，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看，容貌只是表象，体质才是根源。那这体质对我来说到底是好是坏？看你怎么选。怎么选？万古道侣体质有两条路，第一条路寻找道侣双修。以此体质，只要你愿意，诸天女帝、圣女、妖皇、魔尊都会想与你结为道侣，你可以靠双修一路成帝。不行，这不就是吃软饭吗？小哥哥，这怎么能叫吃软饭呢？靠女修一路带我成帝，就是吃软饭。所以还有第二条路，若你不找道侣双修，不借女修之力，反而能因道心坚定得到天道奖励。每一次拒绝诱惑，每一次坚守本心，都会化作天道淬炼，修为精进，道心稳固，体质升华，最终同样可直达无上之境。也就是说，我越是不吃软饭，反而越能变强。不错，你若沉迷双修，可以靠道侣成帝；
你若坚守自强，便可凭自身登临无上。这就是万古道侣体制的绝妙之处。那我选第二条路。我江峰绝不靠女人成道，我要靠自己，一步一步走到大道尽头。你能这样想很好，不过你也要明白，如今你的体质已经真正觉醒，这股气息恐怕已经传遍诸天。传遍诸天？万国道侣体质对无数女修而言都是难以抗拒的大机缘。从今日起，会有无数人想与你双修。小哥哥，老祖说的没错，若连我都被你的气息吸引，那些更强的女修只会更疯狂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你说要靠自己，可别人未必会给你安静修炼的机会。江峰，你要想清楚，是真的从此独立自强，面对诸天女修追逐，还是找一位女帝双修，一步登天？我想清楚了，我不会找女帝双修，哪怕诸天女修都来找我，我也只靠自己。好，来了。万古道侣体质终于出现了。备驾，本帝要去下界。啊，这种感觉有趣，比炉鼎强千倍万倍的体质。哼，本尊要了。恭送女尊。万古道侣体质，若得此人下注，本皇血脉或许还能再进一步。传令，开启妖皇车辇。是，女皇陛下。本皇亲自去见他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万古道侣体质。为何只是感应到气息，便让我心神不宁？备龙舟。公主殿下要去何处？太玄道宗。万古道侣体质现世。江峰，本帝与你有缘，速来上界见本帝。江峰，速来上界见本帝。江峰，此乃上界女帝法旨。你若不愿，无人能逼你。什么上界女帝？凭什么抢我的夫君？小哥哥又不是他的人，凭什么让小哥哥去？女帝也好，圣女也罢，我江峰不会依附任何人，我不吃软饭，更不会靠和女帝双修一步登天。面对上界女帝，他竟然也敢拒绝，江师叔的道心太坚定了，我越来越喜欢江师叔了。好。检测到宿主面对上界女帝法旨，仍坚守自强之心，最终任务触发，诸天女帝即将降临。宿主若能坚持自强，不依附任何女强者，可开启自强不息系统第2形态。任务奖励：大道根骨觉醒。大道根骨觉醒，自强不息系统第2形态。那就来吧，无论是谁，都别想让我吃软饭。拒绝本帝。此处是太玄道宗，上界女帝也不得强夺我宗弟子。想抢江峰，先问我答不答应。虽然我也想抢小哥哥，但别人来抢，我可不同意。小师弟，我护你。多谢诸位。但我的路终究要我自己走。江峰，本帝来接你了。